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張嘉玲議員、張啟凱委員、賴士葆委員、李永平前副市長、林佩祥委員。好，大陸修一個網絡訊息管理辦法，言論賬號 AI 全面納管，全面要管啊。好，那吳釗燮就示警說，中共修這個法，全面控制人民的思想跟言論，而且呢，將來網絡匿名會被消除掉因為網絡現在很多人用匿名了但是呢，他說網絡匿名會被消除掉。同時呢，他說這跟1984年這個喬治奧威爾做的這個1984不是1984，就是喬治奧威爾做的1984，當時就很早就做了所以到1984的時候呢，老大哥在看着你然後呢將來會設一個真理部然後呢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所以呢這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一個小說了當時也是蠻有名的這部小說那另外呢，境外對象也要納管，所以呢，我們的國安會說恐怕會構成3大風險，要注意那另外呢，這個民眾黨指控一個叫做航健科技公司用了很多大陸的製品來做無人機，所以呢撈了7631萬所以洪玉祥民眾黨立委就指控說怎麼可以呢？你們不是要非紅供應鏈嗎？怎麼用大陸的這零件呢？黃國昌也說好的非紅供應鏈呢，到底怎麼回事？然後呢，這個為什麼相關的弊案層出不窮？之前呢有一個創未來鬧的這個笑話，現在呢航健科技又出來這個被指控那廠商是利用大陸制的晶片，已經被收押了，所以民進黨說應該要強化查核了，不要等到事後你收押人的，但是交貨什麼都已經晚了嘛，所以呢這個26號立法要協商無人機的條例，藍白這個綠各有各的版本那民眾黨團說呢，他們還堅持自己的版本，他們現在有10幾個版本，那民眾黨的版本就說呢不用特別條例。同時呢，沒有預算上限那跟國民黨也有差異，所以呢，民眾黨跟國民黨能不能協商，然後再來跟這個民進黨會不會協商？就民眾黨就沒有6年2400億，國民黨是6年2400億了，那民進黨是5年半2100億然後呢，國產化的比例，國民黨是這個40%、80%，那到底要不要提出一定的比例然後呢，這個民眾黨希望在行政院設一個專責的委員會。那到時候呢，藍白可能要先協商，然後再跟綠再協商。我們看一下。最近中共政府正在修訂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我國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近日透過社群平台 X， 特別以簡體字發文表示，他對比了舊版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想全面控制人民思想和言論，頗有一種奧威爾1984的既視感。吳釗燮也分享一張照片，內容分析2026年監管體系改革的7大核心，包括意識形態至上與鞏固中共領導、政治正確和可制度、消除網絡匿名可能性、究責個人化與威權治理一致的 AI 與演算法、擴大跨機關監管以及社會控制與信用制裁。對此，吳釗燮也以英文表示，他擔心這將成為針對台灣進行跨國鎮壓與法律戰的另一個工具。來，佩祥。請問，老實講，我還比較期待吳釗燮這次發言是針對何仁傑無罪2審無罪的事情做出發言，我想全民會比較關心，因為畢竟來講，共諜就是你家的主任這件事情，我想全國都知道。到目前為止，好像判決書也還沒有出來，為什麼1審8年2審無罪？那吳釗燮身為國安會秘書長，那他必須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之外，也要為自己的官位做保衛戰，所以他有時候會去偷換概念。這是我們常看民進黨，我跟啟凱兄，我們還有寶哥，我們從第1會期到歷史上同事到第5會期，看到都是他們一直在偷換概念。這個草案裡面，中國並沒有任何台灣的司法管轄權這條草案裡面哪一條說中國可以直接跨海叫命令台灣的法院去抓人？沒有嘛？那如果這樣做的話，基本上他就是來做一個恐嚇嘛，就等於把這個國安可能等於是這不是國安警示，這叫國安恐怖片，因為不存在的事情，他就把它拿出來講，
講的好像煞有其事的事情，然後陸委會旁邊幫腔。其實這個法嚴格講起來這個法的規定，其實嚴格講起來是個舊法。這個舊法從以前開始就有了，那所以如果說是新法的話，那過去20年來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網絡防火長城難道是作假的嗎？所以我會認為說，你用舊法來去做恐嚇，然後在這個時間點務必。也應該就是對於自己的官位的保衛戰，還是說自己有自己的政治判斷利益。而這個我還是回到說，何仁傑的案子，其實如果說吳釗燮真的要對國人有交代，何仁傑的案子，我覺得你應該好好說明這是怎麼回事。那剛剛講到無人機，其實無人機產業發展條例或無人機這樣講，本來藍白有地方有共識的，但是最尷尬的點是在於說，我們非鴻供應鏈要做起來，其實困難度相當高，尤其是說。有關這個航艦科技，如果在2019年、2020年就已經爆出來使用中國零件了，那是不是應該很早就列入所謂的102條款？也就是這個廠商就不能再用了，因為這廠商很明顯的有瑕疵，這是國軍啊，拜託。如果說你到驗收的時候才知道這個國軍的無人機有問題，那不就表示之前你就讓他得過且過嗎？到最後一秒才進來，那是不是之前有些無人機是不是應該重新要被檢驗？是不是已經有紅色的晶片？所以這個我們常常講說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原來紅色供應鏈最可怕的是直接到國軍裡面去，那這個事情是不是存在？是有的。所以不管是所謂的創未來也好，還是航艦科技也好。這所有這些不合格的廠商，那其實就應該完全摒除。他們為什麼在2019年、2020年出的事，到2026年的時候還被我們還是被我們查出来，還被國軍主動查出来，在最後一關驗收。想想看，你一個產品到最後一關驗收，你才被查出來是紅色供應鏈裡面的產品，這對於說我們的國安是不是是國安也好，還是軍中軍事機密啊，是不是我們的制度完全無法防止這個滲透？是寶兄。我提一下吳釗燮哦，在當國安會秘書長，他是很無奈的去呀。不要忘了，他原來外交部長，他最想要去的去哪裡？駐美代表，等於駐美大使。老闆不要給他啊，美國那邊好像也有意見吶，所以就只好摸摸鼻子去國安會秘書長，表面上看起來是升官，國安會嘛，等於是院層級的哦，這個相當於0.8、0.9個院長，可是在那裡就無聊的呀，沒代誌好做啊，對不對？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一直創造聲量啊。這個前一陣子是這樣子啊，什麼事情就講一下話，啊，罵一下老共。他知道他這樣講話有沒有？他記得那個什麼巨浪什麼浪啊，那個老共的那個飛彈，那個是幾號？2號還是3號？他就講話啊，人家就問說啊，你這個資料你怎麼來？是不是美國給你的，還是你怎麼來？他這個前一陣子預算的時候還來找我，我就問他這個事情，他不敢講，他硬是不講說情報來源是什麼，只是什麼，他一有機會就要講話，一有機會就講話。這一次是這一次你看哦，這老共的網絡管理，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網絡管理真的有網絡管理國家，基本上是共產國家，老共是其中之一，所以這老實說也沒什麼了不起啊！你不是一直強調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兩岸互不隸屬啊？伊的代志一律不一樣啊！你怎麼樣去跨境長臂管轄，要管到那邊？公益家做啥？哦，我們危險哦！奇怪啊，这跟台灣人有什麼關係？你說台灣人喜歡上他的互聯網，喜歡看他的劇，這樣你會受影響，是不是這個樣子？啊，講清楚啊！好，這是一個，你就看到這個吳釗燮啊，他講這個話就是不安於世。那現在大家都知道了，賴清德喜歡抗中保台啊，2.0也好，那3.0也好，就繼續的來。那談到這個非鴻供應鏈啊，就是叫 OOC 啦，哈 ，Out of China。其實你注意看到所有的報道，全世界大家都很希望說，很多的國家了哈，很多國家都希望說，它的產品是希望 out of China 就沒有中國大陸的。可是呢，事實上現在大家的觀念有點修正，因為真的要做到底很難，所以它叫什麼？叫做 China 加 One， 或者 China 加 N。比如說我加越南啦，加印度啦，加墨西哥啦，或者是台灣加日本。所以這樣子比較，你說 China 加0，就 China 是0。老實講的話，這個是很不容易去做到的。然後，那這個變成一個叫做多中心的供應鏈了，就不要只依賴中國而已，你就
換回來說，是不是能夠依賴幾個國家這樣？這是一個不一樣。好，那現在就最糗的是什麼？最糗的是我們國防部，它有一個國防產業發展條例，它這裡面就有寫啊，廢洪供應鏈吶啊，為什麼你這裡面它的晶片可能是大陸的已經被抓到了啊，它還繼續得標？那今天的民眾黨那個洪委員就講得非常好啊，他們要講的強調的就是說。已經知道它是有紅的，為什麼可以繼續得標？這裡面有什麼故事？這剪掉不是現在才那個的，不是現在放馬後炮，就當時怎麼持續這麼久？這非常奇怪。季凱，剛剛玉祥特別提到這個何仁傑這個案子啊，吳釗燮用何仁傑用了10幾年，從他當黨的秘書長，一直到了這個總統府的秘書長，到國安會秘書長，一路帶着他。我跟你講，這個事情最具體，大家最訝異。也是很具體的，我們在立法院直接就問了一個很重要的，連那時候的駐美代表蕭美琴都抗議哦。他說為什麼很多文件從這個吳釗燮這邊出去的時候沒有多久，大陸都知道然後我還問過林佳龍，那時候外交部長，他也證實有這個事情。蕭美琴在美國都已經抗議了，然後我們的外交部長在立法院都印證了，結果何仁傑一審8年，上個月突然說變成無罪了。是吧？司法是碰到民進黨會轉彎的同時，連共諜案都可以這樣掩蓋嗎？我這個事情不可原諒。之前我們已經一直要吳釗燮到立法院來報告了，他就一直躲起來。他現在還出來講一些其他事情，他的事情到底交代清楚了沒有？我就有2部分，一個你旁邊的人一路跟着你的親信，涉及共諜案，導致共諜變成在總統府，變成在國安會，你交代了沒有？第二個，為什麼司法現在是這樣子？好，另外這個無人機的。這個事情也是非常嚴重的。這個航線這個科技啊，它是10年前從科研就已經發現了他去標他的案子，結果裡面有中國的這個零件，他已離譜到什麼程度？他後來還洗產地去變更那個產地去變更，被抓到啊，所以後來就解約了，就解約完，這10年來他還可以找到第一個，他接了46個案子，46個案子遍布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幾乎所有的機關都有，不只是國防部哦，經濟部什麼其他的單位全部都有。這些全部剛是就有多少錢？7631萬元。那我們就要問啊，中科院沒有通報嗎？第二個更重要的，他既然已經被發現是有問題了，對不對？那為什麼連國防部、經濟部這2個這麼大的一個單位，特別是國防部，你為什麼之前完全沒有查到，弄到現在才發現說要把這個負責人把他收押起來？這未免會太慢了。另外，我要特別提醒，不是只有這個案子，連我們國防部自己的第8軍團跟第10軍團採購無人機面都類似這種狀況。所以只有2種可能嘛，一種是你完全真的這麼無知跟無能，完全沒辦法管這個事情；第二個是你確實知道可能大家都在用，肯定又管不了。我記得這政府不要每天指那邊就打大陸了，什麼會用供應鏈，可老講你根本就是做不到，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休息一下再回來。今天8月24號，所以昨天是823炮戰68週年，金門啊，那突然大陸開始打啊，然後呢，突然之間啊，我們的陸軍、海軍、空軍3個副司令，金門副司令步出金門的餐廳，一個炮戰打下來，3個副司令全部死掉啊，那所以開始了823炮戰啊，然後後來打了很久了，再變成單打雙不打啊，那昨天是68週年，所以呢。賴清德跟曾麗文都到了金門哦，那當然也都講了中華民國，特別賴清德也講了中華民國了哈。那賴清德說和平協議只會換來屈辱，所以呢是用實力確保和平最佳證明啊。其實那個時候台灣也那個基本上就是老共實力也不夠了，他就打。後來美國支援我們一個炮，那個炮非常厲害，老共才這個減緩，變成單打雙不打哈。那另外呢，賴清德呼籲國人。天下雖然現在是和平的，但是呢，忘戰必危啊，不能忘啊，這個隨時可能爆發戰爭啊。好，那麼這個曾麗文也喊話對賴清德說呢，要有憲法跟9·2共識來締造兩岸的和平啊。陸委會呢說要維護中華民國，捍衛民主憲政啊，所以呢沒有去這個提到曾麗文希望賴清德承認9·2共識這件事情啊，只是說呢要。維護中華民國，捍衛民主憲政
這是陸委會啊。那另外盧秀燕說和平得來不容易啊，不要讓台獨摧毀國家，因為這個盧秀燕跟江啟臣在台中那邊也這個舉行823炮戰勝利68週年啊。那另外呢，這個總統說希望呢，秉持着823反共保台的精神，要共同來支持國防預算啊。那國民黨就訪問啊，這個陳以信啊，這個文傳會主委說，你賴清德高喊寸土不讓，但是黃岩島的主權你為什麼都不敢講呢？太平島你為什麼不敢去呢？這都是我們的嗎？領土嗎？為什麼你怕成這樣子呢？啊，而且被批評說，到了選舉才談823，沒有選舉的時候都不敢講。我們看一下。前往太武山公墓，總統賴清德赴金門出席823戰役勝利68週年追思會。特別與先烈一卷致意，時任 AIT 處長曾與蔡總統赴金門，當時被解讀有安全考量，也展現台美友好。不過這次未見處長隨行，倒是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上任後首次赴金門追思823。中共68年前轟炸金門，而如今總統賴清德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不約而同來到金門緬懷先烈，同場不同台，似乎也顯示藍綠在兩岸論述上不同。今天如果要締造和平，賴總統很簡單，您只要願意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上承認9·2共識，立刻把兩岸的緊張緊繃大幅降低。和平從來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犧牲主權、委屈投降的和平協議，更只會換來屈辱，絕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總統強調，中共至今威脅未停，而兩人也提及朝野議題。我非常期盼，無論朝野政黨、全國民眾，都能夠秉持823軍民團結、反共保台的精神，共同支持國防預算。對於國會3讀通過的所有法案政策，因為你的個人喜好、政治立場、個人私欲，你可以選擇附屬或不附屬，公然的破壞民主運作最核心的基。基本上這個搞戰地政務那女性都要當兵的。然後每人都發一把槍，都鎖在那個槍架上。我記得我大4的時候，他們邀請這個社團負責人到金門去啊。那時候晚上那個軍車卡車車燈前面要塗黑的，所以你燈只能照地面，不能照遠，怕對方這個用彈來打你所以那時候金門真的是蠻緊張的了哈。永平怎麼看？823炮戰這個日子啊，是不是很需要紀念呢？當然是，因為它可以說是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的一個戰役。如果說823炮戰的結果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情況，那今天大家在這邊台灣，我們也其實完全沒有這種討論評論的任何機會。所以說，可以說這個是一個跟台灣命運息息相關的日子。可是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啊，每一年呢，對於這個823炮戰不是說冷淡以對，就是呢要設法去扭曲解釋這個戰役的本質對於歷史的很多的脈絡呢都不願意去承認。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對於民進黨執政以來對823炮戰紀念日的這個部分，大家覺得很遺憾的情況甚至啊，最近在新聞上熱度很高的徐嘉青，我們的那個僑委會主委啊，他當年還在民進黨擔任副秘書長吧，還是哪一個職務的時候，他還非常令人震撼的在那邊說823炮戰有什麼好紀念的所以呢，他這個好像這個被大家覺得比較衝動之語，可是反映了很多民進黨的高階人員的一些心態啦。我觉得這個是第一個蠻令人遺憾的地方。那第二個呢，賴清德啊，他當然跟現在新聞主要是把賴清德跟鄭麗文的講話把它對照起來。那鄭麗文的講話當然是比較一貫大家所熟悉的中華民國的主流論述。可是賴清德的講法第一個他其實
偷渡了很多概念。剛才我們前面那一節還在提到說吳釗燮啊，這個莫名其妙跑去這個管對岸的事情，不願意管好他自己助理出包的狀況，跑去把对岸的那個網路法，然後還去引用喬治·歐威爾的世界級的名著《1984》。喬治·歐威爾寫那個的時候才剛剛這個20世紀初所以他去預測1984的時候，覺得說啊，幾十年後這個全世界會變得老大哥統治。那1984是一個非常預言型的小說，那很多他所描述的場景沒有在1984年成真，可是到2000年以後就慢慢成真了，因為 AI 的發展啊，到處的監控器啊，甚至現在你不要講大陸刷臉。大陸刷臉的這個系統呢，很驚人，你到各地你都覺得很方便，可是事實上你的訊息完全被掌握。所以呢，歐威爾描述的那個1984的那個情境呢，確實現在在現實世界上再現。但是我覺得很諷刺的，也是很悲哀的，講這個話的是吳釗燮，是民進黨的國安會秘書長，結果呢，印證了歐威爾講的，老大哥正在看着你可怕的背後那個黑手獨裁政權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說，當他講和平的時候，其實是戰爭。那賴清德不就在講這個嗎？賴清德所有在講823的紀念的，講說我們海要和平，他講的都是戰啊，他講的都是戰啊。這個保護國土寸土不讓啊，要這個不能夠只是避戰啊，一定要防衛啊什麼，他所有想的都是戰爭啊，這個就是非常典型的恐怖的事情啊。現在藍綠兩方的政黨白營也一樣，大家都在談和平。台灣覺得說，追求和平好像是最大公約數，可是不是啊。藍白講和平，或許講的是真的和平的路徑、跟和平的方式、跟和平的方略。可是民進黨的講的和平是要打仗，是要逼大家上了戰場打了仗，然後他認為只有打了仗，而且還要打贏，所以我們才會有和平。可是誰也都知道，現在俄烏戰爭看到的例子了，美伊戰爭看到的例子了。你今天這種情況，你有辦法說任何人可以說台灣不惜一戰，然後戰了我們還可以打贏，而且我們還會有和平嗎？誰敢講這個話？趙玲，我想，總統賴清德總統不是選舉這一年他才來紀念823炮戰哈。在前2年一樣有發表類似的談話哈，在我查了一下，大概2024年也到金門去哈，那一樣有宴請這個遺族哈，還有現場還存活下來留到現在的這些英勇的將軍士兵們哈，我想選舉到了，難免大家會有一些選舉的操作，但是身為中華民國總統，講該講的話，好，到該到的地方，我想這巧英總統一樣接然，他在總統任內一樣對823相當的尊敬，而且發表相關的談話，這第一點哈，所以不要講說是因為選舉才去，並沒有哈，你查歷史資料就知道。那第二點呢，我覺得與其說偷換概念，倒不如說是鄭麗文偷換概念吧。如果當時823炮戰知道後面跟中共眉來眼去，甚至想要談和平協議，那當時823炮戰戰死的那些士兵又算什麼呢？當時他們為了保衛的並不是只有金門，他們為了保衛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談我們中華民國，還有台灣本島，這是保衛我們啊。所以賴總統在這次談話裡面，他特別講到說，應該不要忘記，也不要忘記可能會有戰爭，也就是告訴大家、提醒大家說，隨時我們都要防範這樣的可能的機會出現，來保衛我們中華民國。我不覺得有什麼錯啦哈。那我說為什麼鄭麗文偷換概念？這個跟什麼中華民國憲法，跟什麼不公布不附屬，這有什麼關係？我不懂啦哈。不過我想鄭麗文應該蠻開心的，他終於找到一個新聞點，他可以切入，他已經好久沒有露出了啦。這點我也恭喜鄭麗文啦。休息一下再回來。